结果当天呢就出动了25架军机军舰来骚扰我们，然后也没看见事后的抗议，这样你去谈和平，你觉得对方怎么想？对方想说，对你跟我讲和平，我飞机军舰去骚扰你，你话都不敢吭一声，那你说你还能够谈什么和平呢？所以我说你这样讲，中国看见什么？你是在启降啊！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政协会结束了，那所以政协会的结果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跟讨论哦。作为这个两岸题目第一品牌的震惊最前线，当然应该要好好来谈一下这个事情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来讲，当然有不同面向的一个讨论啊。有人认为说这很好啊，总是一个破冰交流啊，尤其是大家都同意在近年来两岸的在整个所谓的相互的这些敌意的部分是不断的上升，中国对于台湾的军事的演习压力也不断的加大，在这时候能有交流总是减少误判，但有人说没有，这个过程当中即便名为和平，但事实上中共还是不断的文攻武吓，透过各种方式对台湾来做打击，而且实务上来说大家也不觉得真的有谈出所谓的让台湾人民可以安心可以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吗？仅是一个所谓的惠台的一些措施来讲，到底对于我们台湾是台湾人民有需要的有帮助的吗？所以在这部分来讲，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这个题目。那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闵居正老师好来帮我们这个重要的题目一起帮我们来解析一下。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这次当然大家都会看，大家总是会来做比较，因为理论上来说啦，因为以中共的过去延续还是有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帝王，尤其大家就说习近平现在是称习皇的一个概念来讲，照理那个规格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大家当然自然会从许多面向来检视其中一个部分当然就谈规格。所以老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当然了，还有人说这重要吗？就是讲的应该回到实质的部分所以老师怎么看？当然了，实质部分当然重要，这不用讲了。但是从国际上的这个规矩来说呢，即便现在不是两个国家谈，两边的这个政党在谈的话，你有一定的规格了，这个跑不掉的。在国际上，我们在谈这东西呢，一般我们会讲究几样东西。第一就是双方是对等，对等表现在很多地方了，就接待的人啊、地点啊、时间啊什么等等的，是不是对等？比如说吧，1964年吧，差不多是63、64年，赫鲁晓夫去了那个美国去大卫营开会，中共很不高兴，毛泽东很不高兴，然后赫鲁晓夫回程说要到北京去拜访这个毛泽东，简单说就是我跟你简报一下我跟美国谈了什么。毛泽东好，就你记得毛泽东哪里接见他吗？你还记得吧？游泳池，穿着游泳裤接见赫鲁晓夫，你说这是一种羞辱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不是说这是这样，可是我们第一次讲究什么？讲究对等，就是各个地方都对等。第二个对等当中体现什么？体现尊严。我体现你的尊严，代表说我尊重你。当反过来说，也就因为我尊重我自己，所以我这样尊重你。这第二个。第三就是那是不是牵涉到主权的问题？现在两岸是有敌对的这个味道在里头，那当然你要得讲究主权，也就是大家会认为说，你台湾方面去人不能贬损自己的主权，然后大陆接待你不能贬损我们的主权，那这样才体现出前面什么对等、尊严什么等等。那最后牵到就你说的实质的利益的问题，所以这点我们可以就是说拿这几个指标呢，我再说一次对等、尊严、主权、利益拿这当然还不只是，但这几个比较关键的，拿这几个当指标，我们去检查一下，回头去看呢，两岸在分隔跟敌对这么久呢，第一次算是比较正式交流呢，是1990年，两岸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台湾方面是陈长文这个率领红十字会同仁呢，到大陆去，到厦门去。那中间有些转折，但反正去了之后呢，我们住这个陈长文他们住进了这个酒店。后来他们就出来要去会场的时候，路上一听到什么消息，觉得不对，回头就走，回酒店去了。就是我现在我觉得不够对等不尊严，我回去了。等到你中国方面你改正了，那我再过来。
那么也就是说你，而且是小的一方对大的一方啊，你如果太过迁就对方的话，一天到晚讲啊客随主便，客随主便，这样大家觉得说你是损伤自己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案例。1993年孤汪会谈，大家看到照片，这个汪道涵、辜振甫在一个长桌，双方隔着这样握手，从这边拍过去，双方握手；这边拍过来，双方握手。两张照片都是真的，因为我问过现场的记者，因为两边记者要求，所以我们两个角度拍了一下。中共非常不喜欢那张照片，为什么？两人对等，隔桌这样握手，更不要说辜振甫比这个汪道涵高了1个头。最后来他们决定在这个什么福建厅啊，在哪边呢接见台湾代表，然后分宾主坐定，而不是那样。所以第二个就是他们不希望给对等，但是我们当然就是很在意这东西。这第二个，第三，莲湖会谈，你觉得当时接待了那个场面吗？对不对？不用讲了嘛。那个当然是国共两党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破冰，虽然大家对这有很多批评，那我们先不去谈那个部分。但至少中共给的规格是很够的。那这一次政协会谈，我想我们从很多地方来看，刚刚你问规格嘛，我们就说几个地方。第一，从行程安排到这个记者报名，国民党方面都跟记者跟各方面讲说，国台办全包，然后你们记者要去，你跟国台办去报名。这个就已经不是对的，因为如果对的话，就是我带我记者团去嘛。你要没有限制的，应该要去让他们。要不然就是你给我个数字，比如说30人、50人这样我台湾主要媒体我都带来了，这样可以。那现在你说国民党自己都说让向国台办去报名，这个就不太好。这第一个。第二，你搭了什么？上海航空。过去我们不是搭长荣就搭华航，过去这个东西它是。国家的这个国际航空啊，是一个主权的延伸。即便你说啊，我是政党，我不是国家元首，你也应该摆出一定的分寸出来。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到现场去接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不是黑色的礼宾车去接，是小巴去接，这个也不合适。你不管怎么说客随主便或什么的，这都不合适。再来就是那郑丽文进了这个酒店的出来，要去这个人民大会堂去开会。坐上车，在车上等了1个钟头，记者拍照拍来去，这个郑主席还跟记者这边打招呼聊天，弄了半天，最后呢到那边去，1个小时之后才开会，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也不合适，对不对？在别的地方你不会看到这种事情。好，大家说啊，这个习近平接待郑丽文规格很高，因为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那是过去接见谁的地方，对。那既然你这个地方可以做这样，你前面为什么不做成那样呢？那并不难，并不困难呢。除非就是，而且你要知道，中共是非常讲究排场，非常讲究这种表面上的东西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那个秦刚？秦刚在那个美国在哪边的时候，他半夜跑去数台阶，有没有？那人家说你堂堂一个这个代表，你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他说我如果不这样干，有人就要抢我的位置了。所以他连这么小的细节注意到，也就是中共非常注意这东西的。那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注意呢？为什么有些注意，有些不注意呢？那代表就是不是螺丝松掉了，而是说你根本有意这样做，或者说你内部混乱，那就很荒唐的了。那更荒唐就是你说双方讲话，你说好约定好讲多长时间。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在意的话，那今天不管如何，郑主席是客人，就算他超时，你礼貌上让他讲完，是不是这样？就他讲了大概1/3多吧，不到一半吧，就切掉了。最重要的什么3个方向、5个建议什么等等，是在说关门的时候谈的，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是应该公开谈，而不是私下去谈。这种情况呢，你作为郑主席来说，你被人家这样牵麦克风被赶记者，你应该抗议的。我们没有看见抗议。你这样说啊，私下抗议这不行。讲到对等尊严，你必须公开抗议，是不是这样？好，那最后那个他的话现场没有讲完嘛？新华社发了通稿，你可以看到通稿把习近平话很完整讲出来了。郑丽文的话呢，讲的就是中共希望大家听到的话。那有删减，这个本身就不礼貌。当然，中共习惯删减，因为我们过去看到他跟美方人的对谈的时候，他发的东西跟美方发的东西啊，就少了很多。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他摆明在搞宣传、搞统战。那台湾方面还不抗议，还不抗议。记者去问的时候，郑主席居然说：“你们去看新华社发的通稿。”过去国民党主席哪个人这样讲话？你觉得他党内会怎么反应？你觉得台湾应该怎么反应？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的标准呢，对等、尊严、主权、利益。如果前面对等、尊严、主权都捍卫的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当然担心利益会减损。这个即便是如郑丽文主席当然还是有强调和平希望避免战争。那当然了，事后他可能这些压力，他也在国民党的脸书里面提到说，主席强调两岸人民可以相信，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是对的，两岸和平发展决定是充满的乐观，而且这个正向发展的可能性。那他也说了，此行最重要的成果，他强调最希望带回台湾的就是一个清楚的、不模糊的、坚定的，而且是希望长久走下去的和平讯息哦。就老师您所知道的部分，你觉得中共会如何来看待呢？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该不该去谈和平？当然可以去谈和平，不是不可以谈，当然可以谈。问题是你怎么谈，然后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光是想说我爱和平，我爱和平，咱们不要打仗，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想？对不对？这是个很现实问题。我过去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再说一次。这个北宋跟辽人打，南宋跟金人打。那我不说北宋了，南宋如果不断的派人去跟金人讲说，我爱好和平，咱们不要打仗，你觉得金人听第一遍会怎么想？听到第10遍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所以这个不是说我喊和平就有和平的，这个不是直线这样玩的，没有这样玩法的。你刚刚讲的说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是对的，两岸的和平发展绝对是充满了乐观的正向发展的可能性。对，这东西是不能一厢情愿的。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讲国际关系是非常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今天两岸不和平是谁搞出来的？真的是因为我们搞出来的吗？是因为我们搞台独，所以他们要打我们吗？是这样吗？还是说中共拼命要打我们，不管我们搞不搞台独，他就是要并吞我们呢？就要消灭我们，就要这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它更关键吧。所以不是不能谈和平，但你谈和平的时候，同时你要理直气壮，你应该批评你不和平的地方。你天天开飞机骚扰我，开军舰骚扰我，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居然飞机跟军舰有来，因为刚刚台湾传消息过来了，我立刻拿这个来讲你，这样大家觉得说，你有骨气，你有种，那可以谈。结果当天呢，就出动了25架军机、军舰来骚扰我们，然后也没看见事后的抗议，这样你去谈和平，你觉得对方怎么想？对方想说，对你跟我讲和平，我飞机、军舰去骚扰你，你话都不敢吭一声，那你说你还能够谈什么和平呢？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这样讲，中共看见什么？你是在起降啊！我不是讲难听话，你要了解中共的心态，你不了解中共心态，你跟他谈这东西，你真的是送死的。所以怎么谈和平，怎么制度化，怎么取信人？第一，停止骚扰；第二，相互约束，我约束我的人，你约束你的人；第三，有什么问题事先相互通报，发生问题之后互相主动通报，然后再来干什么？自己回去处分我们这边犯规的人。我飞行员犯规，我处分飞行员；你船员犯规，你处分你的船员，而不是我处分你，你处分我，因为双方没有互信嘛。双方各自处分完之后，那就比较可信了。一段时间之后，看要不要签协议啊？金门协议啦，或者孤汪会谈啦，什么等等。签完协议之后，再看一段时间，看多长时间呢？就大家自己定了。你觉得说安心了，那就再往下走嘛。你觉得不安心，那就再看一看嘛。所以在讲的同时呢，其实我再说一次，郑主席不是不可以去谈和平。谈和平的时候，你要怎么讲？我有实力啊，我有实力啊，我有国军啊，然后我有战备啊，我有什么？我有美国，有什么等等，我有实力，我可以保住了和平。那你也不要轻举妄动。我当然不会轻举妄动，但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你这样讲，人家晓得说哦，有种，然后你也有准备，所以呢，咱们可以谈。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个例子吗？川普在上任的时候，不是跟金正恩双方隔空叫骂吗？骂得像小学生一样嘛。其实双方在干什么？测试对方底线。金正恩不是说，我有核飞弹，我有核按钮。
川普说：“我做的核按钮比你大颗。”我们听了是笑死了，但我想他背后意思，那怎么样嘛？你威胁我，我还想威胁你呢。所以双方这样一看之后，对方都不受威胁，怎么办？就坐下谈嘛。这就是坐下谈前的准备。所以川普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看见了金正恩的心态。那金正恩测试川普发现不成功，那咱们就坐下谈。今天你若不告诉对方说我有足够的实力在背后，你去跟人家谈和平，觉得你是在投降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像这样讲，在我看来叫空话，不好意思。而我们讲这东西必须非常实在。我拼命讲和平啊，意思就是你不要打我，让对方说你怕打嘛。既然你怕打，我就打威胁你就好了。那说明我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然后就这样并吞你了。所以中共一定这样想的。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讲的时候，这消息一定出国际的，国际怎么看？国际怎么想？对不对？如果泽伦斯基不断的跟这个普京讲说，我爱好和平，你觉得普京怎么想？我打到你投降嘛，就这么简单。而且我打得越重，你投降越快。他一定是这样想。我不是说你不能跟侵略者谈，我再说是你要琢磨清楚你怎么去谈，你有什么条件、什么筹码在手上，能跟对方玩、跟对方谈，都不想清楚就谈和平，对方觉得是投降。啊，现在回到这刚刚讲到南宋，南宋能不能跟金人谈和平？当然可以谈和平。谈和平同时呢，我重用岳飞啊，我不把他叫回来，就留在前面，我要给他增兵、增粮、还增饷。我派这个宣慰使去宣慰完之后，我这边派个团去谈和平，你谈不谈？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得到和平？当然会得到和平。所以我重用岳飞加上备战，我就有和平。但是我杀掉岳飞，我在什么？那就不会有和平，就这么简单。这些东西啊，不好意思，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国民党过去是很懂的，那为什么今天不懂了？你这样去谈判呢？坦白说，邀请金兵南下了，就这么回事。是，其实老师刚刚所提到的部分，听了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感慨。其实他有一段发言，我必须说也让我瞠目结舌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基本上真的在习近平上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东升西降，所有的这个中国内部的问题哦，是逐步的越来越严重。我们见面的曾丽文主席说了什么？他说这个大陆的发展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不但呈现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15的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这是听起来很和谐啦，但总觉得怪怪的。所以老师怎么看呢？这样说吧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视为场面话哈。那就算了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如果双方一开始就互相揭对方短处的话，那恐怕谈不下去。你说讲讲好话，那可以，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只讲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说讲我们前面讲说对等、尊严、主权什么等等，你应该补充什么？对，你们这些做的不错，那我告诉你，我们台湾现在走到哪里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走到哪里去了？你不用太过吹嘘，你把几个重点讲出来，然后再讲什么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努力的？这样讲大家觉得说比较平和，而且什么？你第一呢，对方面子你顾到了；第二呢，自己的立场站稳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现在这样讲就是，而且国民党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会这样批评呢？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呢，尤其大概这几十年来呢，尤其10-20年来，很明显对自己的制度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然后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呢，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贡献，这个都是对理论不清楚呢。然后对发展方向不清楚之后，所产生的这些迷失，对自己的制度没有自信，没有信心。我这样问哈，我就不要问太尖锐了。你认为现在国民党高层当中这些人怎么自己怎么看三民主义？怎么看三民主义？我很早以前问过一个问题，我说那时候国民党执政，我问一个问题，我说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对三民主义有多了解啊？我们很有信心。我说我只问一句话：你们哪一个人可以用三民主义的言语来辩护自己政策？有没有过？很早以前我看过，后来没有了，对不对？你应该有印象的。你说被当时之前是党外，后来是民进党这个质询或者反对党质询，
你真的对自己政党政策各方面有信心的话，就应该用三民主义的语言去帮自己辩护。你不能用三民主义语言去辩护的时候，你至少得用一般的这些逻辑去辩护。现在变成说用政党竞争语言去辩护的时候，那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我不是说不可以，但那层次不够高，层次不高，最后它慢慢变成什么呢？大家觉得说，你对你的制度跟对你的这个主义跟你的信念，你都不是很认真的了，那你凭什么吸引我呢？换作说，你对未来发展你是没有方向的。过去国民党说统一，大家说不切实际，你有个目标在。今天国民党目标是什么？和平，和平，和平是目标，是这样的吗？那没有终局吗？你觉得中共会让两岸这样持续下去、和平下去吗？没有终局吗？那中共有终局的话，那你有没有终局对应策略呢？你看不见对方终局的时候，你自己也没有终局策略的时候，你谈什么领导老百姓，谈什么吸引选票呢？对不对？所以你不这样讲，你觉得只是称赞对方、肯定对方的话，大家当然怀疑说你是要靠过去嘛？当然很自然会这样怀疑啊。所以你如果这个不说，你至少你要说什么？我们台湾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军队国家化，那我们觉得这是应该走的方向，这是国际潮流。我们认为中共走路是不对的。我国民党是老大哥，我现在以过来人身份，对我在台湾丢了政权没关系，我会赢回来的。我会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用经济政策，我会赢回来。那你们呢？你这样讲话，当然没话讲。中共都会低头，大家想想说，你的话有点道理，我来想想看。所以如果说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你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你没有把握，你不清楚、很模糊的话，你怎么可能执政嘛？你怎么去凝聚人心？怎么打败对手嘛？那反过来说，对手怎么看你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家说这个你们对国民党批评太凶了、太严厉了？我现在讲的就是，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一般老百姓就是这样想的。你如果真的你说年底选举你要赢得老百姓的话，你把这点说清楚，你的票真的会增加。照现在这种做法，我觉得有危险的了。当然谈到不管是在和平的或刚刚在谈到的有关在价值上的部分，还有一块当然最务实啦。以前总会说，那不然我牺牲自由民主来换点钱花总好吧。我们看到这个2005年这个联湖会的时候，应该知道，其实那时候当然都是中国整个在经济发展的红利正在旺盛的时候，所以大家当然都很想去赚这笔钱，尤其是在整个国际情势上来讲，中国的确也扮演了所谓重要的国际工厂，所以那时候有大量的台商西进，的确在那段时间里面，一定是有不少人在这部分得到了非常丰厚的这些获利哦。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当然这次政协会同样的也希望大家再回去再西进。老师怎么看？这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蓝营里面不是没有高明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没有这个懂大陆经济形势的这些学者专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蓝营不晓得为什么不知不觉觉得说大陆发展真的很好，大陆经济发展真的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雾。其实你若看台商的话，台商早就大举出来了，你们难道看不见吗？你难道看不见中共在极力阻止台商撤离吗？这都是很清楚的数据摆在这里。而且现在国际政治、这地缘政治的这个风向非常明确，那为什么大家看得见，国民党看不见呢？这个我觉得实在我不太明白。那前两天一位这个大陆经济的专家呢传篇文章给我，我觉得他写的我觉得很有道理。那不敢略美呢，我就把一些重点摘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呢是台商从大陆离开的情况。那么美国早在2-3年前呢就做过调查。台商呢，大概57%，台商57%，2年前呢，2024年，57%的台商是已经撤离了或者计划撤离，然后美商呢是23%，日商跟欧商呢差不多10%，所以台商比他们高很多，跑得比较快，敏锐，对不对？跑得比较快。好，第二就是台湾对大陆的 FDI， 就是这个直接投资，大概每年减少差不多10%到20%左右，抓中间数就15%、16%，连续14个月不断的下降价，
这很可怕了吧？那么最终对大陆投资呢，最高峰是2014年的1月份，跟那时候相比的话，现在掉了多少呢？掉了81%，掉81%哦。好，那上市柜公司呢，处分大陆资产，然后回台湾投资到1兆多，1兆4千多，回台湾股市、房市，好，这台商的部分。那你说台商比较敏锐，外商慢慢开始跟进。2025年，韩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跟欧洲的、跟日本的，从大陆撤资比例是32%、30%、28%、21%跟14%。换句话说，都不断在离开大陆，这是外商。好，这个大陆企业，大陆商家呢争相出走。他们对内部固定投资呢不断的下降，年增长率呢这个大概差不多不到1%，这很可怕。也就是说，你对固定资产投资，比如说投资厂房了、机器了、设备等等，你投资不断减少的话，表示说我没有信心嘛。你说这个一般的这商家，但是你说他对这个做生意不感兴趣吗？不是，他对外投资增加。差不多将近30%，29点几，而且连续6个月成长。这你说这是民间企业，大陆国企开始往外逃，那你觉得说大家怎么看这个地方的经济？好，那这个说完之后呢，看富豪，大陆的富豪外逃率呢，达到世界第1位，比这个战争当中的俄国跟乌克兰还要高。2024年呢，这个大陆富豪往外逃呢，是大概15000人，是全世界第1位，然后连续3年第1位。到了这个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打到现在，大陆外逃资本呢累计到现在呢5兆美元，5万万美元。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图像？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我的朋友说叫做全员逃走中。连不要说台商、外商等等，连自己本国的商家甚至国企都开始往外逃的时候，那你说现在国民党说我们要2次西进，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是很奇怪吗？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大陆经济形势、对国际形势也判断差到这个样子，这是很离谱的事情。除非你真的觉得说我有什么妙招，然后什么等等，那我另当别论。但是以目前的表现，坦白说，我不那么乐观。这个我讲今天透过明老师针对政协会的这些分析可以让大家更完整的知道几个重要的一些面向啊。我想我们这一集也很完备的把政协会相关的一些议题做一个讨论，也让大家更关注接下来可能会产生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影响。我相信不会停不管是我们谈到两岸之间的发展，不管是谈到台湾年底9合1的选举政党的板块会因为这次的谈判而产生某些改变这个我想都有可能会慢慢的会浮现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做这个题目，也是很多人关心敲碗希望可以请明老师来做分析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也恳请订阅然后按赞，那也可以开启这个小铃铛，随时注意我们最新的资讯。再次谢谢明老师，再次感谢大家收看。